楚风小友终于成功逃脱了。对于那些仇视的目光，高副会长却根本不予理会，他关心的只是楚风的安危。见楚风已成功逃脱之后，他那憔悴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安心的笑容，而他身后的徐仲宇以及诸位戒灵公会的长老级强者同样如此，都为楚风的安然逃脱而感到高兴。只不过相比于他们，戒严等人可就是脸色阴沉，郁闷不已。105万颗玄珠，这可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，竟然这样被楚风给骗走了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们都是什么人物？可都是这九州大陆最有威望的大人物，竟然让一个只有16岁的毛头小子在他们的层层包围下逃脱，实在是脸上无光，感到难堪。可突然之间，戒严的眼前突然一亮，双耳猛然移动，脸上拂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吃惊之容，随后将目光投向楚风逃跑的天际，嘴角竟然掀起一抹安心的弧度。此刻在楚风的身旁，阵阵狂风不断呼啸而过，楚风仍在急速前进。尽管此刻的他已经逃离了至尊山庄，但是他却不敢有一点大意，毕竟是因为服用了超强禁药，才有如今的实力。等禁药的效果失去后，他不但会失去现在的极限速度，失去现在的修为实力，身体还会遭受到药力的反噬，承受剧烈的痛楚。那种情况下，楚风莫说继续逃跑，恐怕连行走一步都很困难。所以在药力消退之前，楚风必须全力以赴的赶路，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。而这个地方离至尊山庄越远越好。可是突然之间，楚风的四面八方竟然涌现出道道蓝色的气体，那蓝色的气体宛如游龙一般，不断在楚风的周围涌现而出，跟随着楚风一同飞奔，并且数量越来越多。到的最后，在楚风的四面八方全是那蓝色的气体，这是蓝色结界之力。面对这一变化，楚风恍然一惊，因为他能够分辨得出，此刻那越聚越多的蓝色气体，正是蓝袍界灵师独有的蓝色结界之力。而也就在楚风察觉不对之际，那蓝色结界之力已是交织在一处，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圆球，将楚风困在了其中。给我破！楚风不敢怠慢，赶忙抽出一张攻击符丢了出去。只不过令楚风大感意外的是，他的攻击符对这些结界竟然无效，尽管依然能够爆发出极强的攻势，但的确无法撼动这结界分毫。在一次失利之后，楚风又连续丢出了几道攻击符，并且都丢在了同一个位置。尽管在数道符咒在同一地方爆破后，的确起到了一些效果，但是同样还是未能将那结界轰碎。最令楚风吃惊的是，这结界一层一层的凝聚，此时此刻已经凝聚了无数层，简直密不透风。楚风是彻底被困在了其中，是什么人暗中出手？楚风眉头紧皱，他知道这样厉害的手段，哪怕是戒严也做不到。恐怕此刻拦住他去路的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。楚风，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而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厉喝在楚风的耳边响起，那声音极其刺耳，就如同一道惊雷在楚风的耳内炸响一般，震得楚风脑袋嗡嗡作响，左右摇晃，险些自胯下的青龙摔落而下。紧随其后，楚风前方的蓝色结界开始一阵蠕动，最终变化成一座大门。而自那大门之中，一名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则是迈步踏出。这名男子双眉入鬓，双目如剑，一头乌黑的长发散落于肩，与他那墨黑色的衣服融为一体，显得狂放不羁，但又危险无比。因为楚风惊愕地发现，这名中年男子的修为竟然已经踏入了天武6重。虽然他只比戒严强1重，但是二人的实力却如同天地之隔。不仅仅是修为，这位中年男子本身对修武的领悟，自身的天赋也远在戒严之上。在这名男子的面前，哪怕楚风的修为已是大丈，并且手握骑兵，但仍感觉极其无力，就如同自己是一只蚂蚁在面对一只巨象一般。二人的实力根本无法相比。你是戒氏族人的族长戒星鹏？楚风沉声问道，因为他觉得这般年纪这种实力，以及戒氏族人那特有的黑色服饰，必然是戒氏族人的族长无疑。你倒是很聪明，我的确就是戒氏族人的族长戒星鹏。楚风，你多次针对于我戒氏族人，如今还敢公然骗取我族的玄珠，你已罪无可恕。在临死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戒星鹏开口问道，话语高高在上，就如同帝王在审问平民。还真是戒氏族人的族长，我楚风真有面子，竟然连戒氏族人的堂堂族长都被我惊动了。楚风哈哈一笑，随后道，我有什么话要说？是你想让我说什么吧？哈哈，聪明，实话说了吧，我可不相信你这样的小鬼真的来自那落寞的青龙族。就算你来自那里，也绝对并非在那里学得的本事。我想知道你的师尊究竟是谁？是谁传授了你如今的这一身本事？竟然连秘籍你都掌握，还能得到骑兵的认可？戒星鹏问道。可见他对楚风的事情早就知晓。哼，我的师尊，提起我的师尊会吓死你。不过你还不配知道他老人家的名字，你有种就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，他定然会为我报仇，将你戒氏族人覆灭。楚风冷哼一声，眼下他已别无办法。既然戒星鹏似乎有所忌惮，他也只好借机吓唬一下对方，不成功则成仁。哈哈，你还真以为我是怕了你身后之人？你那所谓的师尊，我不过是想知道究竟是谁在蛊惑你这个小辈，与我戒氏族人作对而已。你不说也罢，我今日就斩杀于你，剥夺你的秘籍，拿走你的骑兵，然后静候你那所谓师尊找我复仇的日子。那一日，我会将他一并铲除。突然，戒星鹏目光转冷，层层磅礴的天力便自其体内爆发而出，向楚风汹涌而来，随后将楚风团团包裹，开始攻入楚风的体内。见状，楚风也不敢怠慢，意念一动，一层淡绿色的气体铠甲便萦绕在周围，以是将玄武遁甲术施展出。但是奈何那天力实在太强，哪怕楚风有玄武遁甲术护体，但却也难以抵挡。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萦绕周身，不断挤压他的肉体，就快要将他身体挤压粉碎。
下一秒就要死亡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轰鸣在楚风的身后传来。与此同时，那萦绕在楚风周围的天力竟然也瞬间消散，并且一道苍老的声音也是在楚风的身后响起：“年轻人，楚风年龄还小，不如给老头我一个面子，饶他一命，如何？”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，楚风只感觉一层柔和的力量将其包裹，使其急速向后飘去。而当楚风身体停止漂移，那包裹自己的力量消散之后，楚风惊愕地发现，在自己的身旁竟站着一位熟悉的老头。这个老头不是别人，乃是紫菱的爷爷紫轩辕。只不过此刻的紫轩辕给楚风的感觉依然很强，哪怕是如今的楚风已是凭借禁药的力量修为大涨，但还是无法看透紫轩辕的修为，并且从紫轩辕那坦然自若的模样也能够看出，他一点也不惧怕眼前的介兴鹏。你是何人？介兴鹏剑眉倒竖，冷声问道。我乃楚风的友人。紫轩辕双眼微眯，和善地回道。友人，我是问你的名字。介兴鹏冷哼一声，原来是名字，老夫名为紫轩辕。紫轩辕惭愧地笑了笑，你就是紫轩辕。听得此名，介兴鹏的神情居然一变，眼中涌现出一抹吃惊。这位年轻人，难道听过老夫的名字不成？紫轩辕笑问道。多年之前，这秦州的霸主乃是地莽王府的莽王府，根基雄厚，已称霸秦州有300年的时间，稳压秦州的所有势力。在秦州境内，根本没有势力能有的莽王府抗衡。可是之前默默无闻的至尊山庄，却在10几年前突然崛起，将地莽王府击败，成为了秦州的霸主。而这一切，则是与一位老人有关。这位老人来到至尊山庄做了客卿长老，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却使得至尊山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日益扩大，直到超越了地莽王府，成为了这至尊山庄的霸主。而这位传说一般的老人，不就是紫轩辕你吗？介兴鹏说话之间，双眼紧紧地盯着紫轩辕，目光很是怪异。想不到老夫我竟然这么出名，只不过对于这些事，外人可不了解。看来你介氏族人倒是暗中调查了不少事情。紫轩辕哈哈一笑，随后有些怀念地说道：“老夫与至尊山庄的前任庄主的确有些渊源，乃是故友，受他之托，留在至尊山庄做客卿长老，照顾一下至尊山庄罢了。当初的莽王府实在太过霸道，见至尊山庄有崛起之势，便多次对付至尊山庄，在暗处耍手段，在明处做欺压，搞得至尊山庄人心惶惶，一片大乱。老夫实在看不过去，便到那个莽王府之中去和那位府主交谈了几句。想不到他竟然主动上书江氏皇朝，说他的莽王府不如至尊山庄，恳求着秦州交由至尊山庄掌管。虽说这样的结果并非我所预料，但不得不说，那地莽王府的府主还是很丢我老头子面子的。今日我想带楚风小友离开，恳请介族长放过楚风小友一马，不知介族长能否也给老夫一个面子？”紫轩辕面带微笑，话语看似柔和，但实际上却另藏玄机，是在彰显自己的实力，想让介兴鹏知难而退。既然紫轩辕老前辈都开口了，晚辈自然要给您老这个面子。今日我会放过楚风一马，但是日后再度相见，我可就难以保证不对他出手了。介兴鹏说道：“那老夫我就多谢介族长了。”紫轩辕嘴上说谢，但实际上并未有道谢的表示。哈哈，轩辕前辈实在太客气了。不过既然轩辕前辈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便让得莽王府畏惧，想必前辈的实力定然不凡。晚辈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喜欢不断挑战极限，探索修武的更高境界，所以想与轩辕前辈切磋一下，不知前辈能否赏脸？介兴鹏很狡诈，他虽说答应紫轩辕放过楚风，但实际上他并未真的打算放过楚风。他以切磋为名与紫轩辕交手，若是不敌紫轩辕倒也罢了，若是紫轩辕不是他的对手，恐怕紫轩辕与楚风今日都将死于他的手中。哈哈，也好，老夫也素问介氏族人乃是传承久远的一族，今日既然能与贵族族长相遇，也算是缘分，那就让老夫我来领教一下介氏族人族长的实力吧。突然，紫轩辕衣袍一阵舞动，随后便如鬼魅般的消失在原地。再次出现之时，已是来到那介兴鹏的身前。紫轩辕出手了，没有花哨的武技，没有绚丽的身法，没有恐怖的威势，没有闪电的速度，而是缓缓的一掌轰出，带着一股柔和之力，不急不忙地向介兴鹏推动而去。然而，就是紫轩辕这如此漏洞百出，甚至毫无威胁的一掌，却使得介兴鹏得面容巨变，眼神之中竟涌现出一抹恐惧。他大喝一声，运转高级玄功，调动全身天力，左手握拳抱于腰间，右手摊掌轰于胸前，同样一掌轰出，对着紫轩辕的那一掌推动而去。虽说同样是一掌击出，但是二人的威势却完全不同。介兴鹏这一掌轰出之际，楚风能够明显的看见，他周围的空间都在扭曲抖动，无尽的天力涌现而出，进入他的体内。这一掌的威势绝对不容小窥，恐怕是一座高耸的山峰也会被他一掌拍成粉碎。然而，就是介兴鹏如此凶猛的一掌，在即将靠近紫轩辕的手掌之际，却突然开始减缓，最后竟轻飘飘地贴在了紫轩辕的掌心之上。没有想象之中的轰鸣，没有预料之中的爆炸，二人的手掌竟就这样轻轻地交织在了一起。只不过，这看似柔和的碰撞，却并非表面上那般平和。几乎在二人手掌对碰的一瞬间，那介兴鹏便猛然向后倒退一步，强大的力量竟然在这天空之上踩出道道裂痕。紧随其后，他身体爆发出一股极强的威势，四周的天力开始更加凶猛地涌入他的体内。在这半空之中，能够清晰地看见无形的天力搅动天际，如同漩涡一般进入介兴鹏的体内。
谢兴鹏正在使用特殊手段来凝聚天力，他当真是使用了浑身解数，动用了自己的全力。但就算如此，那谢兴鹏仍然无法撼动紫轩辕，反而是咬牙切齿之间，再次向后倒退了一步。轩辕前辈，我认输！终于，谢兴鹏大喊了一声，而也就在谢兴鹏喊出此句之际，紫轩辕便收回了自己的手掌，淡淡的笑了，脸上始终是那轻松的表情，仿佛刚刚没有耗费一点力气一般。可是，在观那谢兴鹏，这位介氏族人的族长，天武六重的高手，竟然已是面容苍白，大汗连连，大口大口的穿着粗气，甚至连那只与紫轩辕对拼过的手掌都在微微颤抖，就仿佛他的体力将要耗干一般。紫轩辕老前辈果然不凡，晚辈甘拜下风，今日就此道别了。谢兴鹏脸色难看，对着紫轩辕扣了一礼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后，便大袖一挥，将这萦绕在周围的结界消散，随后头也不回地向远处飞遁而去。轩辕长老，想不到您老这么厉害，连谢兴鹏都不是您的对手。在谢兴鹏走后，楚风张大着嘴巴，仔细地打量着紫轩辕，那眼中满是崇拜的小星星。不过是一个小辈，也想与老夫我抗衡，我刚刚若再多用一分力，他定会被我拍成肉酱。紫轩辕冷哼一声，满脸的得意。轩辕长老，您既然可以轻易地杀他，为何不在刚刚杀了他？听得此话，楚风那张大的嘴巴不由得又大了一圈。修武者皆不义，老夫从来不会轻易取他人性命，哪怕是那黑禅王曾想对我的宝贝孙女下毒手，老夫也是怀揣仁慈之心，放过了他和他的儿子。紫轩辕笑道：“什么？您这不是放回龟山，后患无穷吗？”楚风满脸诧异，无法理解紫轩辕的所作所为。谁？黑禅王吗？他在修炼100年，也不是老头子我的对手。何况他本质不坏，我放他一命，他以感恩戴德，怎么可能报复于我？紫轩辕摇了摇头，我说的不是黑禅王，我说的是谢兴鹏啊！毕竟介氏族人势力庞大，还有骑兵在手，不容小亏呀。楚风担心说道：“介氏族人除了那个闭关100多年的老家伙外，他介氏族人谁能与我抗衡？何况就算是那个老家伙出关，也未必能在老夫的手上讨得便宜。九州大陆除了那姜氏皇朝如今的当朝老祖，老夫怕谁？”紫轩辕甩一甩衣袖，满脸的不屑。闭关100年的老家伙，莫非是当年的那位绝世天才？楚风倍感吃惊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介氏族人与界灵公会如此有恃无恐地稳坐第一势力的宝座，还不是因为有那2个老东西坐镇吗？别人不知道他们在闭关苦修，但老夫我可是知道。紫轩辕撇嘴道：“这100年有余，竟然还存活于世吗？”轩辕长老，那么那2位如今的修为应该在何等境界？楚风好奇地追问起来，因为他与介氏族人的关系已是形同水火，如今一个介兴鹏已是够强的了，竟然还多出一个活了100年，并且100年前便纵横大陆的老怪物。楚风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事，他们应该……不对，你小子是想借机打探老夫我的修为吗？紫轩辕鄙夷地看着楚风，没有，晚辈真的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好奇罢了。楚风赶忙摇头，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虽说介氏族人的那位是老怪物，但紫轩辕的实力也同样是个怪物。楚风可惹不起，你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，什么事你都敢做。你放心吧，今日只是破例，今日之后，无论你小子再遇到怎样的危难，老夫我都不会再出手相救，哪怕你在我面前被人扒皮抽筋，活活打死，我也会袖手旁观的。突听的此话，楚风差点没一口心血吐出来，因为简直没有像紫轩辕这般打击人的。好了，你小子快走吧，相信那介兴鹏不会跟着你了。紫轩辕也不管楚风是什么表情，而是对楚风摆了摆手。无论如何，楚风还是感谢轩辕长老的救命之恩，若有机会，楚风定会相报。楚风恭敬地对紫轩辕抱拳鞠躬，他并未因紫轩辕说日后不再救他而责怪紫轩辕，毕竟紫轩辕与他非亲非故，人家没什么理由救他，今日救他一次，已是他的造化。楚风应当对这份恩情感激戴德，铭记于心。好了，快走吧，不然等一下戒严秦雷他们追上来，我可不管你。对了，将这个挂在身上，1个月内不要离开秦州。突然，紫轩辕似想到了什么，从怀中取出一个3角形的蓝符，递给了楚风。定位符。楚风瞳孔一缩，身为一名界灵师，楚风自然认识这东西，这是一种定位符。只要楚风将这定位符放在身上，这定位符的主人想找楚风，那就容易得多。当然了，定位符虽然可以定人的方位，但却也有距离的限制。这蓝色定位符便是极其高级的一种，哪怕是普通的蓝袍界灵师也炼制不出，想必唯有高副会长那样的才能炼出，但也需费上一番力气。不用看了，可不是老夫我要找你，是那个丫头让我交给你。今日老夫会出手救你，也是受那丫头所迫。看着楚风满脸的怪异，紫轩辕瞥了楚风一眼，是紫菱吗？听得此话，楚风心头一暖。自从回到至尊山庄后，紫菱便闭关修炼，谁也不见。楚风还以为紫菱忘恩负义，忘记了他当日的救命之恩，翻脸不认人了。想不到这丫头原来还惦记着自己。好了，老夫就此告辞，你就多多保重吧。紫轩辕说话之间，负手而立，飘然而起，眨眼间便消失不见。这位的速度的确不是楚风能跟上的，而楚风也不敢有所怠慢，眼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，禁药的药力已是支撑不了多久，楚风必须尽快找到安全的避难之所。于是楚风催动胯下的青龙，身形一晃，便向介兴鹏离去的另一个方向飞奔而去，显然是不想再与那介兴鹏相遇。楚风的速度很快，
快到天无五众者都追赶不上，几乎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天际。而也就在楚风离去不久，在一片云朵之中，紫轩辕则是浮现而出，笑道：“这小子虽然心念不善，杀心极重，但倒也配得上我那孙女。”楚风运转龙游9天，全速飞行，但是飞了不过2个时辰，禁药的力量便开始消退，反噬的感觉开始汹涌而来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也不敢继续赶路，而是在最近处选择了一片不是很大的山脉，躲了进去。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便最安全的地方，这句话的确有着一定的道理。这样不起眼的山脉，绝对不是躲藏的最佳地带。但是也正因如此，也许往往会被搜查的人所忽略，所以楚风觉得这里倒是一处藏身的好地方。进入山脉后，楚风手握修罗鬼斧，一顿乱抡，硬生生的在一面石山上挖出了一座山洞。将山洞挖好后，先是在山洞外布置多道感应结界，随后又在洞口布置了隐藏结界，让他人发现不了这座山洞。做完一切之后，才安心的躲入洞中。很快的，禁药的反噬力量开始加重，哪怕楚风已经将高副会长赠予他的那枚疗伤丹药吞服而下，但这种剧痛还是让楚风难以忍受，就如同无数只蚂蚁钻入楚风的身体，从血管、肌肤乃至五脏六腑、全身各处撕咬楚风，奇痒难耐，剧痛无比。但是很快的，这种钻心的疼痛又消失了，紧随其后席卷而来的是滚烫的炙热，就仿佛楚风掉入了一座火炉之中，承受着火海的折磨，又像是在楚风的体内就有一座火炉在燃烧着楚风的身躯一般。在这种恐怖炙热的折磨下，楚风将自己的衣衫撕成粉碎，赤裸全身在这山洞内滚动，但就算如此，也无法抵挡那种炙热的感觉。终于，炙热的感觉消退，但是令楚风没想到的是，禁药对他的折磨还在继续，并且这一次是刺骨的寒冷，冻得楚风瑟瑟发抖，难以忍受，如同掉入了一座冰窟一般。就这样，楚风时而大汗连连，时而浑身颤抖，时而抓心挠肺，时而捶胸顿足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开始的时候，楚风还能大声的呼喊，以此来释放自己的痛苦，但是到了后来，楚风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是无力的瘫倒在地上，时不时的抽搐一阵。不得不说，这禁药的反噬真的很折磨人，它不会疼得让人昏死过去，而是让人保持清醒，去全身心的体验那种痛楚。这就是代价，去索取不属于自己的力量，就要因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，这便是禁药。眼下的楚风正在为此付出代价，并且这是他有生以来感受过的最难以承受的肌肤之痛。但是楚风却并不后悔，因为他活下来了，并且还因此获得了105万颗玄珠。这些玄珠会让楚风修为大涨，距离玄武七重更进一步，也就等于距离解救苏柔与苏梅姐妹更近了一步。所以楚风觉得这一切很值，哪怕这种反噬的代价再痛再久也值。不得不说，紫轩辕的威慑起到了作用，谢星鹏真的离开了，并未暗中跟着楚风，所以楚风暂时是安全的。只不过在楚风在那山洞内饱受禁药反噬，那一波接着一波的折磨之际，分别损失了15万颗玄珠的势力，也并未甘心吃掉这个哑巴亏，而是有所行动。元刚宗、火神们、白藏教、逍遥谷、剑神谷、界氏族人这6大顶级势力悬赏重金，在九州大陆各处发放通缉令，联合通缉楚风。至于通缉楚风的理由也很荒唐，竟说楚风夺取了他们在一座远古遗迹内发现的骑兵修罗鬼斧，并且还因此下药毒害了他们势力的高手，使得他们损失惨重。还说楚风这样的就是祸害，尽管年龄很小，但必须除掉，否则日后后患无穷。对于这一荒唐的说法，界灵公会并没有站出来说什么，毕竟他们已经帮助过楚风，帮助楚风在当日成功脱逃。也正因如此，元刚宗等势力对界灵公会心怀恨意，甚至想对界灵公会动手。这种时候，他们实在不能再插手楚风与其他势力的事，否则就等于引火星号星号。而至尊山庄竟然没有通缉楚风，而是默默忍受了楚风骗走的15万颗玄珠。至于为何如此，想必与紫轩辕多少有着一些关系。不得不说，这通缉令一出，顿时闹得沸沸扬扬。毕竟联姻大会，楚风已是一举成名，很多人对楚风都是好感倍增，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。可万万也想不到，楚风竟是这样一个人，这使得很多人对楚风升起的好感都破灭了。尤其是在6大势力的渲染下，楚风很快便被扣上了一个卑鄙无耻、阴狠毒辣的名头，被无数人所唾弃。这一日，距离楚风逃离至尊山庄已过去了10日，所有参见联姻大会的人都再度聚在了山峰之巅，不因别的，只因为那闭关已久的紫菱已在今日出关了，并且将在今日宣布他的意中人是谁。真不知道紫菱姑娘的意中人究竟是谁，应该是界清明吧？不是界清明就是徐仲宇，毕竟他们2个是此次联姻大会之中最优秀的，也只有他们配得上紫菱姑娘。怎么可能？界清明与徐仲宇不是都已经成功与至尊山庄的弟子联姻了吗？他们已经与紫菱的同门师姐定下婚约，紫菱这样聪明伶俐的姑娘，怎么还会选择他们2人？那可不一定，婚约可以定，也同样可以毁。何况紫菱姑娘是在他们订婚之前闭关的，她的心上人早就生于心中，相信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。若是她真的爱上了一个人，哪怕那人已有婚约，她也会开口说出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是谁，而不会临场换人。此刻山峰之巅，人山人海，对于紫菱喜欢之人，人们猜测纷纷，很多人都觉得界清明与徐仲宇的可能最大，但也有人觉得不可能。对此，人们竟然还争辩了起来。哼，界清明，除了界清明就是徐仲宇，难道除了他们2个，九州的年轻一代就没有人了不成？人群之中，唐一修愤怒地吐了一口口水，
而在他身旁的白云飞、刘逍遥、宋清风等3人也同样满面的不爽。作为同样拿到邀请函的他们来说，实在不甘心。人们只把焦点凝聚在叶清明与徐仲宇的身上。没错，九州大陆的年轻一代绝对不止徐仲宇和叶清明，而紫菱姑娘的意中人也定然不会是他们2人，而是我慕容羽。突然，一道身背神木剑的身影走入了人们的视线，此人正是剑神谷的少谷主慕容羽。哼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听得慕容羽的话后，宋清风等人皆是冷哼一声。与慕容羽有着很深过节的他们，自然很是不爽慕容羽，更不会忍受慕容羽光天化日吹牛皮。怎么，你们是不是皮子又痒？欠收拾了！慕容羽鄙夷的扫向4人，霸道无比。你不过就是仗着自己手有骑兵罢了，若是没有骑兵，你未必是我对手。唐一修不服的吼道：“慕容羽，你有种不用骑兵，我与你单打独斗，咱们好好战上一场。”宋清风也是跃跃欲试，真是无知，有骑兵也是本事。怎么，我有骑兵还不让用？你们有本事倒是也去弄一把来啊！没有这个资本，就别说别人不行。慕容羽鄙视的说道：“放屁！那神木剑是你自己得来的吗？你不过是仗着自己有个好爷爷罢了。”白云飞咒骂道：“有个好爷爷也是上辈子好事做得多，这辈子才有这样的运气。你们也不用羡慕嫉妒，这辈子不要再做恶事，多做些善事，说不定下辈子也能投个好胎。但我看你们现在这德行，恐怕下辈子也够呛了。”慕容羽嘲讽者，暗示他们4人这辈子是没戏了，也只能指望一下下辈子。是啊，提到运气，你爷爷还真是有狗屎运，被人打落悬崖，不但没死，反而捡到一把骑兵。不过可惜啊，却因此摔成了重伤。骑兵刚捡到没2年，就双腿一蹬，一命呜呼，死了。刘逍遥也是冷声讽刺：“刘逍遥，你真是找死！”而听得此话，慕容羽的面容猛然转冷，抽出自己身后的神木剑，那磅礴的威压便向刘逍遥席卷而去。可是还不待那威压触碰到刘逍遥，一层涟漪便爆破开来。而当那涟漪散去之后，人们惊愕地发现，一位手拿折扇的中年男子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刘逍遥的身前。而此人正是逍遥谷的谷主慕容谷主。管好你自己的儿子，如今我们可是统一战线，这样自相残杀，成何体统？逍遥谷谷主挡下这道攻击后，倒并未对慕容羽发难，而是对慕容羽后方走来的一道身影怒喝起来。这位正是慕容羽的父亲，剑神谷的谷主羽儿。如今我剑神谷与元刚宗、火神们、白藏教、逍遥谷乃是联盟势力，你日后切记不能再如此任性，与其他几位师兄为难，否则我就收回你的神木剑。剑神谷谷主剑眉倒竖，冷声斥责：“孩儿不敢了。”慕容羽显然很怕自己的这个父亲，尤其是听到竟要收回他的神木剑后，更是吓得赶忙认错。而这样一幕，也使得唐一修、宋清风等人脸上增光，在一旁冷笑连连：“你们几个也同样给我注意点，论年纪，你们比慕容羽还要大上一些，作为师兄就不能让着师弟一些吗？”然而就在这时，逍遥谷谷主却是对4人呵斥起来。逍遥谷等势力关系一直很好，所以逍遥谷谷主也就等于是他们的长辈，所以对于逍遥谷谷主的呵斥，唐一修等人则是低头不语，不敢顶嘴。想不到向来不喜欢元刚宗、火神们、白藏教、逍遥谷的剑神谷，在利益的面前也屈服了。人群之中，徐仲宇见到这一幕，不由眉头微皱，目光闪烁起来，因为这对他界灵公会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现象。唉，都是那些氏族人在背后捣鬼，这样下去，恐怕我界灵公会与界氏族人早晚要有一场大战。一位界灵公会的长老低声说道：“无妨，只需再忍1年，1年之后就是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。”高副会长目光变得冰冷起来，而听得他此话，收到传音的徐仲宇、顾博等人皆是一愣，尤其是顾博更是暗自说道：“1年之后，那位老祖便要出关了吗？真想见识一下他老人家的风采啊！只是楚风，你能熬过这1年吗？”只要想到如今九州最顶尖的6大势力在联合通缉楚风，顾博便担心的不得了。快看，是紫菱姑娘来了！就在这时，人群之中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，随后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扫向了远处的天际。这一刻，几乎所有人的心跳都不由加快了，因为在天际之上，一座精致的座轿正由4位天武境强者抬着，缓缓而来。这特殊的出场方式，在场之人已不陌生，乃是紫菱特有的出场。身为至尊山庄庄主，秦雷一女的紫菱，在这至尊山庄内的地位可谓极高，并且一些知道内情的人也了解，紫菱还有一个不得了的爷爷，那个爷爷的实力恐怕不弱于秦雷，甚至比秦雷还要厉害。所以在场的所有人，只要是个男子，都想与紫菱联姻，想俘获这位少女的芳心。终于，那座轿缓缓落下，而伴随着轿门的缓缓开启，紫菱也是迈步而出，浮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之内。今日的紫菱的确很美，清澈水润的大眼睛，又长又翘的眼睫毛，这样的眼睛很干净，但却比那些狐媚的眼睛更具诱惑力。而紫菱的面容更不用说了，极其标准的瓜子脸，娇小的琼鼻，粉嫩的樱口，那雪白而晶莹的肌肤，配上那与众不同的紫色裙摆，这时迷倒了无数人。哇，太美了！这样的女子本该只出现在梦中，想不到在现实中也能看到。此时此刻的我，就如临梦境一般。若是此生能有紫菱姑娘这样的美女伴随左右，此生何求啊！唉，只是不知道究竟谁会有那么好的运气，能够博得紫菱姑娘的芳心。不管是谁能娶回紫菱姑娘这样的美女，都是祖坟冒青烟，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当紫菱出场后，惹来人们惊呼连连，所有人都被这位少女的美貌所吸引，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紫菱的心上人究竟是谁。而在紫菱走出座轿后，便连步轻迈，又向前踏出了2步。
这才笔直地站在了那华丽舞台的中间。紫菱双眸眨动，很是随意地扫视了一眼众人后，这才张开红唇，以那甜美迷人的声音说道：“我爱之人名为楚风。”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竟然是楚风！紫菱此话一出，如同晴空惊雷，惊得人们神情大变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甚至有些人狂呼不已。不得不说，在场之人都被紫菱这一句给吓着了，因为他们想过，这个人可能是谢清明，这个人可能是徐仲宇，也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但却面容清秀的本分人。可是人们却万万也没有想到，这个人会是楚风。楚风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如今6大势力联合通缉的重罪犯人，九州大陆之人理当唾弃，凡是正义人士就当诛杀之人。紫菱，他竟然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楚风，难道是傻了不成？还是说他还不知道楚风的事情，还沉迷在楚风那正义的外表之中？不得不说，楚风这个名字自紫菱的口中说出后，激起了千层浪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冷静了。可恶，竟然又是楚风，又他妈是他！该死，真是该死！那个毛头小子哪里好，怎么连紫菱姑娘也喜欢上了他？但是此时此刻，情绪最为激动的，却要数唐一修、宋清风、白云飞、刘逍遥等人。对紫菱早就倾心已久的他们，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最终俘获紫菱芳心的，会是他们最痛恨的小鬼楚风。如果说紫菱的心上人是谢清明，是徐仲宇，哪怕不是他们，但也能够接受。但若是楚风的话，他们可实在有些接受不了。竟然是那个叫楚风的小子，他何德何能？他哪里配得上我的紫菱？与此同时，慕容羽也是怒吼一声，与唐一修等人不和的他，此刻面对紫菱心上人的问题，倒是与唐一修等人站在了统一战线上。实际上，虽然很多人没有像他们这样表现得这么狂妄，这么高调，但是心中也同样是愤怒不已。就比如谢清明，这位已经与至尊山庄一位姑娘联姻成功的天才，也早早地来到人群之外，默默地等待紫菱的答案。只不过这个答案却让他同样难以接受。他袖下的双拳早就用力握紧，体内的怒火正在上下窜动，咆哮的杀气无处宣泄。他不甘心，竟然输给一个他看不起的小鬼。他的心上人竟爱上一个他痛恨的人。事实上，莫说小辈人物大感吃惊，老辈人物也同样如此。此刻，那6大势力的宗主级别人物也都在场。他们双眼微眯，目光闪烁，有些捉摸不透台上的这位少女。因为当紫菱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就等于在对他们宣战一般，后果实际上是很严重的，不仅是将自己孤立，也将至尊山庄推上了风口浪尖。而就在山峰之巅，一片混乱，人们的心思各种复杂之际，紫菱却显得异常沉稳，而是继续开口说道：“爱一个人，无需改变自己；爱一个人，无需难为自己；爱一个人，更不该委屈自己。因为真正的爱，就应当是甜蜜多于伤悲，幸福大于苦痛。真正的爱，哪怕身处无尽苦海，但只要我心不变，也会乐在其中。所以，爱一个人，应当为他奋不顾身；爱一个人，应当为他付出一切；爱一个人，就应当有一颗永恒不变的心。无论前方有怎样的千难万险，也不胆怯，也不动摇。哪怕这个人与天下为敌，那么我也愿追随他的左右，与他共占天下。我之爱人，就是楚风。无论天下之人如何看他，如何厌他，如何恨他，但我紫菱就认准了他，就认定了他，只认可于他。没有一人能动摇我心，没有一物能动摇我心。此生此世，我便只爱楚风一人，心甘情愿，无怨无悔。今日我紫菱就退出至尊山庄，从此再非至尊山庄弟子，也非秦雷庄主一女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我紫菱如何，都与至尊山庄再无半点瓜葛。紫菱的声音很温柔，很好听，但是响彻在人们耳边，每字每句都让人吃惊。天哪，紫菱竟然甘愿为那楚风做到这种地步，与至尊山庄斩断瓜葛，追随楚风左右，与楚风共占天下。真是可惜，真是可惜啊！这样的美女怎么这么傻？楚风那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哪里值得紫菱姑娘这般对他？很多人都为紫菱鸣不平，觉得楚风不配紫菱，更不值得紫菱做到这种地步。如此女子，如此痴心，果然是世间难求。不得不说，那楚风真是走运，竟能够博得这样女子的芳心。他这辈子倒是值了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这也是实力啊。楚风不管做过什么事，但毕竟是天才，他的天赋我们都见识过了，他的胆识也很厉害的。毕竟当日在地宫之中，他是唯一一个敢站出去救紫菱姑娘的人。的确，从当日的情况来看，我倒觉得紫菱的选择很对。其实真的只有楚风值得他去爱，只有楚风配得上紫菱。但也有人觉得紫菱很痴情，是一个完美的女子，而楚风不管做过什么，但至少楚风对紫菱也很痴心，二人倒也般配。他妈的，这究竟是什么世道？这就是所谓的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紫菱这样一个优秀的美女，不选我们也就罢了，连慕容羽也不选，连徐仲宇也不选，就连谢清明他也不选，偏偏选了楚风这个通缉犯。他妈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不过也有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觉得紫菱简直是在犯贱，竟替谢清明等人感到不公，大声咒骂起来。这就是所谓的一样米养百种人，每个人的思维都不同，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想法也不同，但无论他们怎么想怎么看，却都无法改变紫菱的心意，因为他早已认定了楚风。紫菱姑娘与楚风为伍，你这简直是自甘堕落，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。我劝你还是3思而后行吧。可就在这时，介氏族人的副族长戒言则是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，他的声音很是响亮，看向紫菱的目光也是有些不善。紫菱姑娘，介副族长说的对，你千万不能因为楚风那样一个混账小子而毁了自己啊！与此同时，在他的身后，白藏教教主、
火神门门主、元刚宗宗主以及逍遥谷和剑神谷的谷主也是一同走出，向紫菱所在的高台缓缓靠近。毕竟紫菱当众所说这些，就形同于告诉天下人，他要追随楚风的脚步，与6大势力为敌。这些话背后说说也就罢了，但是此时此刻，紫菱可是当着他们这些人的面说出的，这简直就是在当众打他们的脸，完全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。他们若是坐视不管，那颜面何存？我紫菱想做什么，无需你们来劝，因为你们根本就无法影响于我，更无法干涉于我。紫菱小嘴一撇，一副油盐不进、心意已决的模样。紫菱姑娘，这样说来，你是下定决心要与我等为敌了？戒颜双眼微眯，淡淡的问道。是又如何？紫菱瞪了他一眼，知道真相的他对戒颜早就心怀芥蒂，看他很不顺眼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别怪我等对你不客气了。戒颜倒也干脆，他话语突然转冷，丝毫没有怜香惜玉之心，竟大袖一挥，将他那天五五重的气息散发而出，想要对紫菱动手。老夫倒是要看看谁敢对我的宝贝孙女动手。可就在这时，紫轩辕却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紫菱的身旁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无形的气息也是以他中心开始席卷而散。这股气息虽无形，但却搅动得万物变形，空气被撕裂，空间被扭曲，脚下的华丽舞台瞬息破灭，无数道裂痕开始自其脚下的山峰蔓延。就连戒颜以及诸位宗主级别的人物，也是被这股气息吹得龇牙咧嘴，连连后退，根本就无法抵挡。而除了戒颜等人之外，在场的小辈人物更是被吹得人仰马翻，连滚带爬，甚至有些人直接被压迫得昏迷过去，倒地不起。紫轩辕，当紫轩辕出现后，很多人都认出了他，毕竟当日在万妖山内，紫轩辕就曾出场救下年轻一辈的杰出天才们，所以很多人对紫轩辕都印象深刻，知道这是一位了不得的前辈高人。只不过他们却万万想不到，紫轩辕竟强到了这种地步，竟连戒颜等人也无法靠近于他，这也未免太过可怕了一些。至尊山庄有这样一位老人坐镇，那且不是说至尊山庄已经可能超越了戒灵公会和戒氏族人，大有成为九州大陆第一势力的机会。原来阁下就是紫轩辕老前辈，今日有缘相见，真是幸会幸会。不过素闻老前辈是一位心慈仁厚的正义人士，不知今日为何要对我等出手？莫非您今日要助纣为虐，替那楚风出头，对付我等？在紫轩辕出场后，戒颜顿时没了脾气，先是恭敬地对紫轩辕拱了拱手，这才开口说话。因为从刚刚的那股威势之中，戒颜感觉到了比戒心鹏还强大的气息，这说明紫轩辕乃是一位实力在天武六重之上的强者。这样的人物可不是他们能抗衡的。若是紫轩辕真的要帮楚风的话，恐怕他们还真是拿楚风没有任何办法。至少在他戒氏族人那位老祖宗没出关的时候，无法再对楚风追究什么。老夫与楚风并无瓜葛，他的死活与我没有半点关系，更不会替他出头，对你们动手。不过我这宝贝孙女则不同，她是老头子我如今唯一的亲人，若是有谁敢动她，不管那人是谁，我都不会手下留情，定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紫轩辕杀机毕露，那种目光让人只看一眼便会内心一颤。前辈不要误会，我本无对紫菱姑娘不利的想法，只是不想紫菱姑娘误入歧途，好心提醒一下她而已。戒颜赶忙解释，因为他觉得这位老人如果要杀他的话，他根本没有逃脱的余地。哼，我的孙女要你来提醒吗？总之，老夫我今日就将话放在这里，楚风的死活与我无关，但若是谁敢动我孙女，我定会灭他满门，碎他祖坟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紫轩辕冷哼一声，随后大袖猛然挥动，一阵狂暴的劲风便席卷开来。而当那劲风消散之际，紫轩辕与紫菱已经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群目瞪口呆、满面后怕的众人。灵儿，你还真打算要跟着楚风那小子？至尊山庄数百里外的一座高山之上，紫轩辕负手而立，笑望着自己溺爱的孙女。爷爷，您不也希望灵儿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吗？我觉得楚风就是这样一个人。紫菱甜甜的笑道。依靠？那小子能让你依靠？他不害死你就不错了。你现在跟着他，每天都要过被人追杀的生活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依靠？紫轩辕撇了撇嘴，虽然话语有些不善，但脸上却并没有太多的责怪。他敢为我牺牲自己，我又有何不可？为他来牺牲自己呢？紫菱那绝美的脸上笑容更甜了。你这丫头真是拿你没有办法。罢了，让你经历一些凶险，总比行得一帆风顺要好。毕竟你这丫头早晚是要返回故乡的，这座小小的九州大陆留不下你。你临行之前，我再帮你一次，看能否助让你成功突破到天武境。若是这次成功，我就放你去找楚风。紫轩辕凝重地说道。那若是无法成功呢？听得此话，紫菱的小脸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无法成功也放你去？你这臭丫头！紫轩辕用手指轻点了一下紫菱的额头，脸上既是无奈又是溺爱。我就知道爷爷对我最好了。听得此话，紫菱大喜。若是他真的能够踏入天武境，那么当他到达楚风身边之际，也能够多一分保障。若是无法踏入天武境，那么他也迫不及待地去找楚风。毕竟如今的楚风当真是身处万千危险之中。联姻大会就此落幕，只不过这个结局却让人们大跌眼镜，出乎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。因为联姻大会聚集了九州大陆各方顶尖人才的原因。当联姻大会结束之后，紫菱当众宣布喜欢楚风的事，也无法避免地传播开来。只不过对于这些，那藏匿于山洞之中的楚风可是毫不知晓。经过了足足几日的反噬折磨，禁药的反噬力量总算开始消退。而在楚风身体渐渐恢复之后，他也并没有离开山洞，而是将那105万克玄珠拿出，开始他的炼化之旅。虽然如今的楚风无法得知外界的一点消息，但是他也能够想到，7座势力不会轻易放过他，定然会全力搜索他，甚至通缉他。
而这种时候，楚风无依无靠，唯有提高自己的修为。只不过，哪怕此刻自己身上有105万颗玄珠，但是楚风也不知道自己能够提升到什么地步。毕竟他丹田内的神雷太凶残了，每次成功突破后，下一次突破所需要的资源都会攀增数倍。这一点，着实是让楚风有些吃不消。可恶，你们也太能吃了吧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足足105万颗玄珠，105万啊！竟然只让我突破了2重修为，连玄武6重都没达到，这让我以后拿什么养你们啊？此刻，楚风所在的山洞内，响彻者阵阵咆哮。因为经过足足2日的炼化后，楚风终于将105万颗玄珠炼化完毕，但是这结果却让楚风有些无法接受。虽说他也知道，不能指望着这105万颗玄珠让自己一跃千里，直接踏入玄武7重，那个可以成为蓝袍界灵师的境界，但是踏入玄武6重，起码还是可以的。可是事实却并非楚风所想那般，在9条神雷只剩下7条的情况下，他们仿佛变得越来越贪吃，越来越不容易满足了。105万颗玄珠下肚之后，楚风只是从玄武3重提升到了玄武5重。虽然如今楚风的丹田内还积蓄着大量的玄力，距离玄武6重只差一点点，可是这还是让楚风有些难以接受。楚风，凡事有利必有弊，虽说你突破1重修为需要巨大的代价，并且这个代价越来越沉重，但是你也得到了应有的好处。仔细想想，如今九州大陆之中，像你这般年纪者，有谁是你的对手？在同龄之中，早就无敌。如今有骑兵在手，哪怕表面是玄武5重的修为，但你的实际战力应该已经堪比天武境。就算无法将天武境的击败，对方也无法奈何于你什么吧。但是常人在玄武境是根本不可能与天武境强者抗衡的，这就是你的优势，这就是你的厉害之处，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。至于资源，也不用忧愁，这个世界大者呢，这九州大陆不过是小小的冰山一角罢了。所谓天外有天，这都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无论你需要多么庞大的修炼资源，都有地方能够找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只有玄珠和天珠才能提升修为，还有很多天地间的奇物都具有提升修为的功效，甚至一些特殊妖兽的血肉也能够提升修为，甚至效果更好。但前提必须是你有方法能够弄到。蛋蛋提醒道：“放心吧，蛋蛋，我既没有灰心，也没有沮丧，只是发发牢骚罢了。毕竟这可是105万颗玄珠啊！”楚风一笑，他知道蛋蛋是担心自己，害怕自己有太多的负担，太多的压力而变得低迷，对未来失去信心。在此闭关这么久，我都好多天没吃一顿好饭了，饿坏我了。我要出去找些吃的，顺便打探一下外面的情况。也许紫菱那丫头正在找我呢，等那个丫头来找我，我就离开这青州。楚风说话之间，便找出了一套平民一般的衣服，随后又拿出一个破旧的土币，罩在自己的头上，掩盖好自己的模样后，这才离开山洞，向有人烟的地方行去。楚风御空而行，速度极快，没飞行多大会，便在云朵下方看到了一座驿站。这驿站虽然建于荒凉的平原，但是碍于交通位置较好，往来的路人也很多，所以这里是获取食物和消息的最佳地点。于是楚风故意绕了一圈，在无人地带降落而下，这才一步一步地向那座驿站走去。进入驿站，楚风便直接来到酒馆，找了一处空桌子坐了下来。只不过他一抬头观看，却不由目光一闪，因为他发现在这座酒馆内的墙壁上竟贴着一个通缉令，而那通缉令的画像正是自己。活捉楚风，上缴修罗鬼斧，奖100万颗玄珠；诛杀楚风，上缴修罗鬼斧，奖90万颗玄珠。若无法诛杀楚风，但却提供楚风藏身的有效线索，奖励1万颗玄珠。若提供线索后，因此线索捉住楚风，奖励10万颗玄珠。奖赏在界氏族人、元刚宗、火神们、白藏教、逍遥谷、剑神谷皆可领取。看过通缉令上的内容后，楚风冷笑一声，暗自说道：“赏金倒是不少，看来这些势力的藏货还有很多啊！我骗出来的105万颗玄珠并不算什么，100万颗玄珠罢了。莫说他们怀疑你修罗鬼斧内有宝藏，就算没有宝藏，你这一把修罗鬼斧也远远不止100万颗玄珠吧？毕竟普通的骑兵在这里都是无价之宝，更别说你这能够认主的骑兵了。”淡淡说道：“那倒也是，不过这个奖励，说实话，连我都心动了。”楚风知道这样的奖金定会有很多人动心，毕竟在那通缉令上所说，楚风只是玄武3重的修为，玄武3重放在九州大陆上什么都不是，比这个修为强的人数不胜数。所以楚风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人为了这些绝赏金而追寻自己的下落。如今的他还真是被6大势力逼上了一条绝路罢了。不想了，莫说是一些乌合之众，就算是6大势力的宗主出面，也未必能够抓得住我。楚风撇了撇嘴，以他如今掌握的手段，除了介兴鹏那样的人物出马，否则还真没人能拿他怎样。随后他也不再多想，而是大喊一声：“小二，有什么好酒好肉，都给我端上来！”哎，来嘞！而店小二也不怠慢，很快便将一桌子酒肉摆在了楚风的桌子上。像这样的地方，很少有做法独特精致的菜品，大多都是简单的菜系，大块肉，大碗酒，好吃实在。这样的菜，对于饥肠辘辘的楚风来说，也是最适合不过。小二，把你们店最好的酒菜都他娘的给老子端上来！老子今日要宴请我的2位结拜兄弟。楚风正在大吃特吃，3位体型壮硕的大汉走了进来。这3名大汉星号上身，健硕的肌肉上雕龙画凤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，更像是山间的土匪，林中的强盗。所以当这3个人出现后，店小二的脸顿时就绿了。许多客人也都露出了惧怕的目光，不敢多看3人一眼，生怕3人找他们的麻烦。而这3人也的确很是霸道，明明只有3个人，但却偏偏选择了酒馆内那能够容纳20几人的大桌子坐了下来。他们这样做会使得后面人多的客人
少了一处适合吃饭的地方。楚风抬头看了三人一眼，三人年龄皆是30出头的模样，修为都在元武巅峰左右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其他客人惧怕，但是楚风却完全不放在眼中，所以也没理会他们，而是自顾自的吃着。大哥、三弟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至尊山庄举办的联姻大会终于落幕了。我听说此次联姻大会很是成功，至尊山庄的优秀弟子与界灵公会的第一弟子徐仲宇，还有界氏族人的未来族长界清明成功联姻了。一位肌肤黝黑的大汉，以他那独特的大嗓门吼着，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。听说了，那界灵公会和界氏族人被并成为九州大陆最强的势力，并且身后还有姜氏皇朝撑腰。至尊山庄能与这两座势力成功联姻，日后在九州大陆的地位将无法动摇，恐怕将成为除界灵公会与界氏族人外的最强势力。另外一位大汉也是附和道：“你们说的这算什么最新消息？”坐在中间的光头大汉鄙视地看了二人一眼：“大哥，莫非你还听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消息不成？”见状，另外两位赶忙问道：“哼，那是当然，我大哥家的那小子可是参加了此次联姻大会，他知道的消息可都是最真实、最爆炸性的消息。”光头大汉拍着胸脯说道。提及自己的侄子，光头大汉满脸的自豪：“大哥，那您快说说，究竟有怎样爆炸性的消息？”听得此话，另外两位大汉更是激动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酒馆内的几十号人全都听到了三人的对话，不由得将目光投向大汉，也浮现出了一副很是好奇且洗耳恭听的模样。毕竟联姻大会是如今秦州最引人瞩目的事，是许多人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事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光头大汉就更是骄傲了，干脆一拍桌子的一下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今日我就跟你们讲一讲联姻大会那些不为人知的事。那个人是谁？你们都知道吧？”光头大汉最先将手指向了楚风的通缉令。当然知道了，这个小子叫楚风，也是此次联姻大会的参加者。只不过这小子太过阴险毒辣，借着几大势力长老对他的信任，便暗中下药于那些长老，使得那些长老毙命身亡。也正因此，他成功的偷走了几大势力在一座遗迹中发现了一把骑兵。听说那把骑兵还有一个不简单的名字，好像叫做修罗鬼斧。黝黑大汉率先说道：“你说的这些其实未必是真相。据我侄子所说，楚风并非那般阴险之人，相反还间接的救过他们的命呢。”光头大汉说道：“真的假的？那楚风不过是玄武3重，你侄子乃是玄武6重吧？那楚风能救你侄子的命？”两位大汉都表示质疑。哼，这就是楚风的厉害之处。我那侄子向来高傲自负，但是他提起楚风却是满脸的崇拜。他对我说，那楚风虽是玄武3重的修为，但是恐怕玄武9重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战力相当的强大，天赋更是他所见过之最。当日他们去万妖山进行历练，被万妖山的一位妖王抓住，被困于迷宫之中。后来虽然至尊山庄来了一位绝世高手相救，但是他们仍然处于危险之中，因为只要那位绝世高手与万妖山的妖王交手，那座地宫恐怕就会塌陷，他们都会葬身于其中。在这千钧一发、性命攸关之际，是楚风带领他们逃出了迷宫。若不是楚风带路，他们再晚一步逃出的话，恐怕就会被塌陷的迷宫困死在其中。光头大汉说道：“那楚风真的这么厉害？他不是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吗？”光头大汉的话听得人们半信半疑，但却极其入神，一个个的都放下了手中的碗筷，甚至有些人干脆凑到大汉身边，认真的聆听。句句属实，听我侄子说，界氏族人的未来族长界清明因与楚风话语不合，便挑战那楚风，而为了公平起见，界清明故意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到了玄武3重，来与楚风交手。你们猜这战果如何？光头大汉故意卖起关子，对众人问道：“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界清明赢了。”是啊，那界清明可是被誉为九州大陆年轻一代的第一人，并且身上还有一件骑兵，那楚风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没错没错，界清明可是举手投足能毁天灭地的人啊！众人想都没想，便给出了答复。在他们的眼中，界清明简直就如同神话一般。你们那都是道听途说，并非事实。界清明那么厉害，你们有谁亲眼见过吗？大汉怒了，拍桌子怒吼了一声：“什么？那楚风竟然这么厉害，连骑兵都挡不住他，那他岂不是要逆天了？”听得此话，所有人都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何止，当日楚风逃离至尊山庄的时候，我侄子就在至尊山庄之内，他亲眼看到，在至尊山庄之中封锁了13道蓝色结界阵。蓝色结界阵，你们见过吗？光头大汉那继续说道：“当然没有见过，不过我听说蓝色结界阵可是蓝袍界灵师才能布置的东西，那种等级的界灵师无所不能，什么都能炼制，只有咱们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，简直如同神一样。我也听说过蓝袍界灵师的事情，他们真的如同传奇一般。不过据我所知，九州大陆好像只有界灵公会和界氏族人中才可能有这样的人物吧？难道至尊山庄也有吗？”有人说道：“没错，蓝袍界灵师的确很厉害，不过当日的蓝色结界阵可不是普通的蓝袍界灵师能布置出来的。听我侄子说，那蓝色结界阵拔地而起，封锁了天际，非常的壮观。这样的蓝色结界阵，你们能够想象吗？”大汉继续说道：“天哪，封锁天际的结界阵，那将是怎样的奇观？”听得此话，人们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随后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似是在想象着那封锁天际的结界阵究竟为何模样。算了，你们还是别想了，想破了脑袋，你们也想象不到那会是怎样的奇观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吧，就是那样强悍的13道结界阵，却被楚风一一破开，并且
有天武境的高手前去阻拦楚风，只被楚风一斧子便给劈成了2段。光头大汉得意地说着，讲得绘声绘色，有鼻子有眼，就如同他亲眼见到了一般。天武境的强者竟被那楚风给一斧子劈死了，莫非那斧子就是骑兵修罗鬼斧？人们的大嘴张开，被惊得掉了一地的下巴。应该就是修罗鬼斧无疑，但就算是骑兵，威力也始终有限。楚风能够手持骑兵击杀天武境的强者，劈开蓝色结界阵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楚风实在够厉害，乃是真正的天才，天才中的变态。光头大汉满脸崇拜地说道：“这要是照你这么一说，那楚风岂不是并非是毒害几大势力的长老，暗中盗走的修罗鬼斧，而是光明正大的抢走的修罗鬼斧？几大势力的长老联手阻断，都没有成功，甚至还被楚风斩杀，破开了13重封天结界阵。”众人齐声问道：“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侄子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”光头大汉说道：“算了吧，怎么可能？要是按照你这么说，那楚风已经成神了，何必东躲西藏？”然而人们却并未将大汉的话当真，而是纷纷散开，回到了自己的桌子上，继续吃饭饮酒。哼，一群无知的东西，跟你们说这些可真是浪费口舌。见状，光头大汉有些气愤，自己唾沫横飞的讲了这么半天，结果竟然没有人信，这实在让他窝火。于是乎，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2位兄弟，说道：“老二、老三，你们2个信吗？大哥，别怪我打击你，你说的那些也太玄乎了。楚风不过是个16岁的孩子，怎么可能那么厉害？”黝黑大汉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是啊，大哥，你一定是被你那侄子忽悠了。”另外一位也是笑嘻嘻的道，似是怕光头大汉生气，他一边说着，还一边给大汉斟酒。罢了，真相总是难以让人接受，只有我这样的智者才能分辨是非。见自己的兄弟都不信自己，光头大汉先是喝了1碗酒，随后长叹一声，大有一副智者寂寞的样子。可见他对自己侄子所讲的一切，倒很是确信他楚风真的如他侄子所说那般厉害。各位大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位掌柜模样的老头突然神情慌张，满面陪笑地走了进来。若仔细观察，便会发现他的身体竟然还在颤抖，似是被什么给吓坏了。而在他的身后，则跟着18名男子。这18名男子大多在中年的模样，也有几位是青年人，个个气息不凡，竟全部都是玄武境的高手，竟是元刚宗的弟子。楚风微微抬起斗笠，露出一双凌厉的双眼。从衣着上，他认出了这些人的来历。你们滚开！走入酒馆后，元刚宗的一名弟子执着坐在那最大酒桌的3位大汉，怒吼了一声。见状，3位大汉不敢有一丝怠慢，一边对着元刚宗的弟子鞠躬陪笑，一边笑嘻嘻地让出了座位。这一刻，很多人都被吓坏了，尽管他们认不出这18人的身份，但却感觉他们极其危险。于是，一些客人便悄悄地站起身来，想要溜走，全都给我坐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位看似为首的元刚宗弟子却是大喝一声，他这一喊将很多人都吓坏了。离开座位的人赶忙坐了回去，就连店小二和掌柜子也是赶忙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。我等乃是元刚宗的核心弟子，今日刚好路过此处，所以在这里小歇一番。尔等不必害怕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但就是不能走，因为老子吃饭喜欢热闹，人越多越好。你们要是谁敢坏了老子的兴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元刚宗弟子说道。而听得此话，几乎所有人都不再言语，战战兢兢地埋头吃饭。说来也巧，因为此刻酒馆渐满，空位极少，所以那3位大汉慌忙之下，竟然坐在了楚风所在的酒桌之上。喂，你去那边那桌和他们凑一凑，别影响我们哥3个吃饭。光头大汉先是指了指楚风，随后又指了指楚风身后那张已经坐了3个人的4人桌。楚风则不理他，而是侧耳倾听，因为他发现这些元刚宗的弟子正在低声说着一些事情，他们所发出的声音，旁人什么都听不到，但是楚风却能够将一切都揽入耳中。